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0月30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在感恩节后又再次的上涨，哪怕只开市半天时间，也还是要涨够半天。特斯拉如期止跌，出现了买入机会，这次你还会错过吗？英伟达在大跌之后出现了当针探底成功，这是一次大底的出现。我们看到今天的图板。我们还是看到今天的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行情解析第113期，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来介绍本期的行情观点。第一是观察有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 K 线分析和空间测算。第二部分我们会重点讲一下特斯拉、英伟达的空间以及其他技术面的解析。第三部分我们会讲其他个股的分析，其中比特币相关以及PLTR， 这是我们各位同学关注的比较多的。在以往的视频当中，阿哲发现有多位同学提到了 PLTR， 所以在本期视频，阿哲去重新讲一讲这只个股。这里呢，阿哲有发现它的一个重要关键空间压力。如果你是做多的朋友，那么一定要认真听到 PLTR 的解析部分，因为阿哲日常的行情解析视频会比较的长。所以呢，阿哲是专门设定了一个时间轴，这个内容较长，所以阿哲的时间比较难以去把控。如果你的时间比较着急，那么你也可以通过下方的时间轴来找到你最想要关注的、最想要首先收听的内容。那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裕，阿哲也希望老同学、新同学都可以从头到尾一日不落的听完本期视频。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关于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的 K 线分析。第一部分我们讲的 K 线是防守阴线，也就是这2根 K 线的构成。这一个 K 线组合在上一期视频当中，阿哲专门留下了一个疑问，询问各位老同学们，如果你还记得，那么告诉阿哲这2根 K 线，这一个阴线我们叫它什么？但可惜呢，在上期视频只有2个同学回答正确。那么这个防守阴线，阿哲觉得有必要去再复习一下，什么叫做防守阴线，它的出现代表着什么，以及为什么好像图谱当中所出现的防守阴线后续都是上涨，而且涨幅都还可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防守阴线的基础条件。阿哲把图案放大，第一个大家注意了，防守阴线由2根 K 线构成，它的前面是一根阳线，而后是一根阴线，阳线的上涨幅度越大越好，阴线的下跌幅度也是越大越好。那么最基本的就是要有一根阳线，以及呢要有一根阴线。其次，我们要求第2根阴线的价格有些特点，它的最高价比昨天的最高价是要低的，开盘就比它低，而后全天都没有创新高。而后第2根 K 线的阴线收盘价是比昨天阳线的最低价也是要低的。那么这就导致了股价在短期内出现特别明显的价格上涨后的下跌，而且是多方被打压，空方很强势的一种下跌，高点不创新高，收盘反而比昨天最低还要低。那么出现这种防守阴线，市场当中会出现什么反应？阿哲呢想在图表当中去告诉大家。我们把防守阴线的价格所标记，那么在图表当中你所看到的 K 线上带着笑脸的，那么都是出现了防守阴线的价位。你来看一下是不是有一根阴线最高价比昨天阳线的最高要高，它的收盘价呢比昨天阳线的最低价要低，这就是防守阴线。而这些阴线带笑脸的都属于防守阴线。那我们看一下防守阴线每次出现都是上涨吗？来看到这里，我们不去考虑最新的，就看近期的。这一天是防守阴线吧，价格出现后市场上涨，这一天也是防守阴线的下跌，而后也是上涨，这里还是上涨，这里也是一个上涨，包括这一天的防守阴线它还是一个上涨。除了这一些之外，前面的呢，这一天后是下跌的，这里也是下跌的，包括这个地方也是下跌的。你会发现的是，为什么最近的就都是防守阴后上涨，而前面的防守阴后就是下跌的？所以这里呢，我们要知道防守阴线出现之后不是一定看涨，因为它本来所代表的含义是空方的强势而多方被打压，理论上来讲应该是空方占优，市场下跌为正常。
所以你如果发现防守阴之后市场是下跌的，这是防守阴线后正常的表现，就是多方走弱而空方变强。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市场出现防守阴之后价格是上涨的，这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它预示的股价正常，它应该是一个上涨过程当中的砸盘行为。也就是说，只有市场资金砸盘出现防守阴线，这种防守阴线后续股价才会上涨，而且价格往往是一个比较好的买入低点。那正常的市场表现，防守阴之后应该是下跌的，我们就知道了，在这种上涨过程当中，每一次防守阴线你都要考虑一下，它是砸盘呢，还是市场真的走弱了呢？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一点？其实也不难，我们只要关注一下防守阴线后的走势。来看一下防守阴之后，虽然股价基本上这些都是下跌的除了右边这些上涨的，左边这3次都是下跌的。那你会发现，哪怕他们是下跌的，没有上涨，但是在防守阴线之后，价格是不是或多或少有一个反弹出现？你会发现有这个特点，神奇不神奇？就是防守阴线哪怕是自然的波动产生的，空方真的强势产生的，它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空方的力量短期会耗尽，短期呢会衰竭。只要不是持续的大跌，我们就会认为防守阴之后只要有略微止跌的现象，价格就是一个可以看反弹的空间。而这一个反弹，它的空间就是防守阴线的高点，反弹不过意味着它只是一个反弹，空方后续还会继续接力。那反弹如果不能过防守阴线的高点，它就是反弹，后续空方依旧会补给。我们会发现是不是反弹不过依旧会下跌，但如果反弹过了呢？我们知道止跌后会反弹，而反弹如果不过防守阴的高点就是风险，如果过了防守阴的高点就是一个机会，并且过的速度越快越好，3天之内是更好的。那你会看到这些地方，防守阴之后止跌阳反弹，高点不过，所以呢后续还会下跌。防守阴之后股价立马反包，立马突破，意味着它绝对是一个砸盘，市场后续短线依旧能够上涨，而且很大概率是强势上涨。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它也是防守阴线，也有止跌阳线，也是股价上涨突破了。不过这里突破之后呢，有一个负阴线，所以这里要小心我们呢不能说突破就直接看涨，突破之后呢可以看涨，但是你要小心，有时候有负阴线高点的出现，或者说三阳小顶也是一样的。你看这里也是防守阴线吧，价格在大选之前这里也是防守阴线，防守阴线，而后股价第2天却是反包突破，所以行情继续出现。那么出现之后股价看涨而后呢三阳小顶跌破，风险出现，是不是阿哲所分享的最近的 K 线战法当中你都能够用得到？而且阿哲一直在讲，说明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的行为。我们再看到这一天又是一个笑脸，好，那么这一个笑脸下，它是不是防守阴线？高点没有创昨天的阳线新高，收盘价比昨天的阳线低点还低了，空方很是强劲，宣泄的很是厉害，我们说它就容易反弹。而你会发现的是，这一根阳线它不止反弹，还反包了，所以它有点跟前面的防守阴线有些类似。跟哪一天类似呢？跟这一个防守阴线是类似的，跟这一个防守阴线是类似的，股价都是防守阴后的反包，防守阴后的反包。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就是后续应该继续看涨，我们把防守阴线的高点作为一个进场的价格，价格在它之上我们看涨，如果后续跌下来呢，则注意它可能是一个假突破，注意风险。但目前来说，阳线过半，有足够的实体，并且突破了左边的高点，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是更大概率为防守阴后的看涨行情。这是市场观察第一部分 K 线分析。那么第一部分阿哲讲了防守阴线的分析和市场观察，那希望老同学下一次再看到这2根 K 线，一根阳一根阴，你能想起来它叫做防守阴线，一定要记住。那如果你是新同学，那么也记得把它牢牢的记住，以后阿哲还会讲到。老同学听到这，记得给阿哲的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阿哲的视频创作。
如果是新同学听到这里，那么千万要记住了，你可以点赞，同时也可以为阿哲点个订阅。订阅阿哲以后，阿哲的每一期视频你都可以及时的收听。第一步，先点开订阅，把这个订阅按钮点成已订阅。已订阅之后，你可以再点击一下铃铛，点开铃铛，那么阿哲的每一期公开视频发布之后，就会通知到各位，包括每一场直播，你也可以最先的得到阿哲的通知、阿哲的提醒，可以来看阿哲的视频和直播啦。那么感谢老同学的点赞和新同学的点赞订阅，我们看到下一部分。在这里呢，讲空间的解析之前，空间点位预测之前，阿哲想把趋势线的内容再去复习一下，或者说呢，再去简单提一提。在上期视频，为什么阿哲说美股依旧看涨？有一个重要的点位，或者说重要的图形，就是目前的市场它在走出一个楔形，这一个高点，或者说这一根阴线的开盘价，以及这根阴线的高点所连成的一根上升趋势线，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上升趋势线，也是目前的股价的支撑。价格在此之上则线为支撑，在此之下线为压力。而目前的价格在一次无效的跌破之后，股价是不是每一次下来都无法跌穿，每一次向下都会有力量进行反击，收出了影线。本周连续的长下影线的出现，就告诉你了，这根我们的趋势线是非常有效的，非常靠谱的。好，那么这一根线在上一期视频当中被回踩了，所以阿哲说这里是一个机会，美股后续依旧看涨。而这根阳线是确认了这个支撑，这个趋势线它的再次有效。所以目前只要在这两个高点所连接的一个趋势线之上，我们认为市场最差它也是缓慢上涨。如果能够向上的突破借助本次防守阴线的反抛向上的突破趋势线，那么市场将有机会再次出现加速的行情。这是对于趋势线楔形我们再次观点的复习。那么接下来呢，再讲一下空间的测算。所谓空间的测算，是阿哲为订阅观众粉丝专属的服务、专属的信息。你只要是订阅观众，就有机会体验到阿哲的这个空间点位的每日测算的消息接收。在每天盘前，阿哲都会去计算一下市场当中关键的今日的纳斯达克指数重要的压力和支撑。阿哲会把认为市场今天最大的涨幅不可能涨超的一个点位给到大家，以及呢最强的支撑日内它不应该跌破的一个支撑给到大家。这两个点位就是市场在日常波动之下它所不会去超过的涨幅和跌幅。那么如果超过了，则说明市场有一些异动；如果收盘是超过了低点，跌破了支撑，则市场为弱，容易走跌。而如果收盘是突破了压力，突破了最大的涨幅，则市场容易走涨看涨。而在近期的表现当中，其实这一个效果大家有目共睹，因为阿哲从10月份10月初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每天计算，每天的发送给订阅观众。那么像前期这里市场出现了跌破预测的跌幅，归股价后续走空，市场有风险出现。那么当市场出现了预测高点的突破，从这里开始股价上涨。而纳斯达克指数在这一天震荡之后跌破了预测的低点，市场又开始走空，市场风险释放。而这一天又再次的突破预测高点，而市场上涨至今，直到在我们前一期视频中讲到这一天出现了跌破，要小心风险。而现在又出现了突破，则风险重新转化为机会。阿哲呢，在上期视频讲过，所谓的跌破虽然是风险，但是风险之后有可能会有机会的产生。我们现在看到的图表就是纳斯达克的日线图，那么在每根 K 线下所标记的红点，它代表的含义就是股价当天阿哲所预测的日内最大的跌幅被它跌破了，预测的低点被跌破了，那么 K 线下方就会显示红色。那么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说到这一天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红点，说明呢当天的阿哲预测的最大低点被跌破了。那么这一天预示的风险，你去卖出股票，阿哲觉得在空间上来说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跌破就意味着是一次风险，应该是卖出的信号。
那你说阿哲，那前面这里跌破，这里跌破，这些跌破都是低点，都没有风险。阿哲在上期视频也讲到了这一个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方向。就是你想想，如果你每次遇到红点之后跌破了预测低点之后卖出，你可以卖到这2次大跌，逃过这2次的亏损，逃过这2次的获利回吐。如果你觉得这是值得的，哪怕偶尔放弃一些低点，晚点买进是值得的，那么你每一次出现红点，每一次跌破阿哲预测的低点，你就应该卖出。而如果反过来，你觉得阿哲，我每一次的低点我不想放过，哪怕有时候出现红点我不卖，它呢会暴跌，我也可以忍受。那如果你觉得是如此的，那么你可以红点之后依旧看涨，没有关系，只要它是一个上升趋势。而阿哲上期视频也讲到，出现红点之后，如果是阿哲，我宁愿卖错也要卖掉，因为它有时候就会暴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像前期这里出现了红点之后，市场是不是下跌的？红点后市场下跌，红点之后跌破了也是下跌的。所以空方的走势，每一次的红点都是风险，而在多头强势的行情，它的低点有时候就是机会。那么阿哲这里再去讲清楚，红点之后什么样的风险会出现，什么样的机会会出现。我们先说一下机会。所谓的机会，就是市场在红点出现之后出现了反包，出现红点则意味着股价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空头是很强的。但如果第二天直接反包，则说明它是一个机会，它是一个假跌，是一个诱空行为。所以你会发现一些假的下跌，它的高点会很容易的被突破，高点很容易的被后续行情所突破。所以这些大幅的下跌都只是一个假跌，是一个假摔。而直到呢你发现有一个红点后还继续下跌，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扛了，你应该知道这是风险。而直到呢红点之后没有继续下跌，还有止跌，并且还能去创新高，红点后呢还是抬高的红点，那么这种风险就不大。你会发现这些红点的高点出现之后，是不是短期都能够被突破，都能够被突破？包括这里是不是短期很快又能够去突破，很快都能被突破？包括这一个红点出现了也被突破，这个红点出现也被突破，所以它是走一个很强势的多头行情。所以这些大幅的下跌所提醒的红点，它后续都被突破。那么像这一个高位的红点呢，目前还没有被突破。但是阿哲觉得，如果目前是一个多头强势，那么这里迟早也要被突破，而且很快就会被突破。但是如果是空头市场，你会发现它这一个下跌的规律是什么？就是市场出现之后呢，很难去创新高，而后股价去跌破，这又是一个风险的明确的提醒。这一天我们去卖掉，或者说后续反弹不过去卖掉，亦或者是跌破卖掉都行。我们看到红点出现，就是跌破阿哲预测的低点，那么价格跌破了，而后反弹也不突破，这又是一个空方的序列出现之后跌破反弹不过出现跌破，这里出现了一个突破，但是第二天又回来了，所以它是一个假突破假突破要小心，又是一个红点，又跌破了，又突破不了，是不是都是风险？那直到呢有一根红点出现之后，快速的突破，而且不是假突破，而是真正的突破，后续还有快速的加速行为，你会知道这里就不太一样了。那我们再看到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红点之后的突破，你要看一下它会不会是假突破。如果是假突破，应该很快就会下来。如果不是很快下来，而是继续在这里出现阳线，甚至呢是加速的阳线、跳空的阳线、大阳线，那么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效的突破，它就是一个砸盘，这里它就是一个机会。防守鹰告诉你，这里它也还是机会，只是机会的把握之中，我们去关注一下会不会是一个假突破，留一点的谨慎的心理。但是整体短线目前就是看涨。听到这里，那么你会知道市场当中最大的一个下跌低点和最大的上涨高点日内的预测，它是有用的，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去分析的。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订阅阿哲，是一位新同学的话，你可能还不知道如何领取到这一条阿哲的盘前预测短信。那么很简单，阿哲简单一步就教会你。
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点击之后，看到阿哲的置顶链接。置顶评论当中有一个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你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而后助教老师呢会在每天盘前告诉大家一个关键的点位信息，可以让大家体验到阿哲的这条盘前解析的服务。如果你是新同学，并且订阅阿哲，那么你有机会领取到阿哲的3份福利。那第一份呢是粉丝群组，阿哲为订阅观众设立了一个可以让大家互相交流知识和技术面的一个粉丝群组。当然了，这个群组呢，因为管理的原因，所以阿哲不愿意里面的人数太多，这样的话对于学习也没有太多的帮助，所以人数是有限的，只有少部分符合条件的同学才能够进入到群组。阿哲简单讲一讲什么样的同学可以进入到群组当中，我们去一起交流，一起学习。第一个，你必须得是订阅观众，你订阅了阿哲，成为阿哲的粉丝同学，你就可以有机会体验到群组的学习和服务。第二，是你找到助教之后，你交过一次的作业。阿哲的公开直播和内部直播，每次都会在讲解知识之后，让大家去做一份作业。这个作业不会很难，其实很简单。如果你一次都没有做过，那么阿哲不知道你是真的有学习还是不喜欢学习，那么你就无法进入到群组当中。而假如你至少提交过一次的作业给助教老师，那么你就有机会申请进入到粉丝群组。那么也希望呢，每一位订阅的同学都能够完成一次作业，进入到群组当中，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学习。而在群组当中呢的2份另外的福利，就是盘前的解析、点位预测，以及进阶的知识、内部的直播。每周我们都会有专题课程，比如说本周我们会讲一下关于量价的知识，量价的5行谱是本周的专题课。我们在2号和6号有5天时间，5节课程，会根据量价知识去讲一下市场当中缩量、高量、倍量、周期量、资金量等等在股票市场当中的使用，在美股市场当中如何用成交量，如何用量价来分析我们的指数，我们的手中个股。假如你已经找到了助教老师，那么你记得在2号开始，我们有这5节课程，你千万不要错过。而完成其中的1节课程的作业，你就有机会能够申请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组当中，体验知识答疑和知识的教学。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 K 线分析、趋势分析和空间测算。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关于特斯拉、英伟达的空间和其他技术面的分析。特斯拉的话，我们在空间上最近是一直在讲，给到的点位应该也算是比较的准确和有效。前期的2个区间，目前的股价一直在此出现了反复的震荡，股价突破了2次，但是还是不能够有效去突破 361.73， 而特斯拉近期是不是出现了3天的调整？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说过，这3天的调整它的风险性高吗？其实还好，因为下方的成交量目前依旧保持缩量，而缩量则是上涨当中一种洗盘、一种回调正常的量价表现。而在这种回调缩量的情况之下，它的支撑位有出现有效的跌破吗？目前还是没有的。334.96 这一个点位，它之前的破位并没有出现实体过半的破位，而且还带有一个下影线，较长的下影线。所以我们会知道这个地方的下跌缩量破位，它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的跌破。那么通过这一天的阳线重新站回到 338.27 之上，我们就认为这一个位置它又是一个买点。首先它站回了 338.27， 而后它的收盘价比昨天的阴线的最高价高，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包线形态，反包阳线形态。所以股价在这里阿哲认为是一个假跌破后的再次启动。那么有关于它的一个买点，我们在上期视频也讲过，它的买点其实就是3阴缩量后的阳线突破。如果你是空间战法，比较左侧的买点就是这一天收阳；如果是相对右侧的量价的买入方法，就是股价3阴缩量之后价格的止跌阳线。而这一天止跌阳线，它的高点只要能收盘突破，我们认为股价会持续的继续的看涨。就好像我们看到前面价格是不是短时间快速加速上涨，
而后的调整是3根阴线，下方的量能也是3阴缩量，是不是价格后续止跌阳，而后突破，股价看涨？那么现在也是如此的，股价下跌出现的止跌阳，跟前面308.19的回踩是相似的。左侧的话，在空间上准确止跌回踩作为买点，而右侧只是突破止跌阳，而后认为右侧看涨。而目前只有左侧的止跌买点，右侧最好等待收盘突破。这是空间和量能上特斯拉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动能。这个动能的分析和刚才所讲的空间上的纳斯达克指数，它的测算有点类似。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在图表上呢，有刚才纳斯达克指数的红点标记，以及呢还有另外一个绿点标记。绿点标记说明当天的 K 线突破了阿哲觉得应该上涨的日常最高价格，而红点标记就是当天股价特斯拉的下跌，跌破了阿哲所认为当天应该下跌的最大跌幅。所以绿点代表多头强势，而红点代表空头强势。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动能表现，绿点代表多方动能，而红点代表空方的动能。如果股价是一个空方的市场，它的表现应该是股价的红点都不断的在创新低，而红点的 K 线高点是难以被有效的去突破的，这是一个空头的序列。直到呢有那么一个红点，低点不再跌破，而后高点出现突破，这是一个反转的态势。那如果股价是动能强势的上涨，它的特点是绿点的低点一般不会被有效的跌破，股价哪怕偶尔跌破，快速也会修复。那是不是红点不跌破，绿点快速的突破？每一个红点，每一个绿点都是这样的节奏，低点不破，高点突破，低点不破，高点突破，是不是一直出现了价格绿点的突破，而红点的低点无法跌破？这是一个多头强势的动能。而直到有那么一天的红点出现了空方反应之后，而没有止跌，反而是跌破的，没有突破反而跌破，而绿点呢没有再突破，反而被跌破，这又是一个由多转空的变化。所以通过 K 线的动能强弱，我们的多空强弱，你可以去分辨趋势是否改变，短期应该看涨还是继续看跌。那么刚才我们看的是一轮上涨和特斯拉的一轮下跌，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特斯拉从这里开始，红点被突破，低点不破，绿点高点被突破，绿点低点不被跌破，那么价格是不是从这些点位开始，红点低点没有被有效跌破啊？跌破一天立马就收回了啊，这一个红点也没被跌破，快速的突破，快速的突破，而后绿点是不是每天都有新高，每天都突破之前的绿点？价格后续你看有红点吧，跌破了，一两天后又站回来了，所以这个红点一直没有被有效跌破，而反而是每次都快速的被突破啊，快速突破，所以目前是一个多头还保持强势的点位。包括最近的这一个红点啊，股价空方强势的一天，低点呢有被有效跌破吗？跌破一天后，股价又站回来了，而后又立马出现了一个绿点。所以在昨天的价格走势当中，特斯拉的这一天应该属于多方强势、多方动能又重新转强的一个信号。而这一天的表现，我们看到这里，价格的低点后续不要被跌破，价格的高点后续能够被快速突破，就重新又回归到了一个多头强势的行情。因为前面的这个绿 K 这个绿点，它是不是多方强势，而后高点没有被突破，而后出现了红点，市场有风险，红点就是风险，有红点你尽可能的先不要做多啊，红点出现尽可能不要做多，你至少等一个绿点，或者说等一个红 K 的突破，是吧？红点出现不要做多，红点出现先等等，等它不被跌破了，止跌了，有绿点出现了，或者说有突破了，才是再次看多的机会。红点出现就先不要看多了，等一个绿点出现，或者说等它被突破都可以。好，绿点出现了，说明这里是红点后的多头再次转绿，多头再次转强的动能 K 线。所以目前的特斯拉是在空间上、动能上、量能上，阿哲都觉得看涨的一个点位。下面我们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的话，依旧看一下它的空间趋势和价格。空间上，它依旧在141.1之下，
那么阿哲之前说过了，你要做多英伟达，要么等到右侧重新站回到 141.1 的压力位之上，我们去看多，要么等待股价下跌的空间浩劫，你去尝试看多。而很明显 141.1 是有效的跌破，目前是一个压力，而我们要去做多，你的风格只能是博弈超跌的反弹，价格从高点下跌，为什么跌到这个地方会出现长下影线，而后股价反弹呢？我们上期视频讲得很明确，就是这3条趋势线，不同斜率的趋势线，告诉你股价目前的上涨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的转变。第一条也是最短期的趋势线，它是不是被股价出现了跌破之后反弹，确认了跌破的有效，而后股价出现下跌。目前下跌破位了下方第2条趋势线，而股价再往下探，为什么到这里止跌？因为这里有一个波段上最为关键的趋势线，这个支撑位被有效的试探，并且出现了止跌反应，而这就类似于前方跌破之后走到这个地方，它出现了一根 K 线，是不是有极度高度的相似性？这里跌破之后，股价下探到这一根趋势线，出现了长下影线，而后反弹。那么现在跌破之后，又到了这一个趋势线的支撑，又是长下影线，又是反弹。所以你要看一下目前的结构是空头的延续，还是低点的出现？它真的是一个大底吗？那么关键就是它会像前方一样下跌反弹，而后不突破反而再跌破，还是说它会出现下跌止跌反弹，而后突破反而回踩有效支撑？这是一个关键。如果它继续出现的是反弹不能过，反而再次跌破，那么英伟达这里不是大底，反而是一个大顶的形成。你就接下来关注一下它这里的结构是往下去破位，还是往上去突破。而在短线价格上，目前是看涨的，是反弹确认的，因为它这里出现了一根假阳线。我们之前说过，假阳线的出现在下跌中产生，它有可能是一个假阳真底、假阳止跌信号。关键就是这根假阳线，股价下跌但却是收阳的，这根 K 线能不能被突破？如果被突破，则意味反弹的产生，包括这里假阳线被突破，反弹的产生。不管它涨多远，它能涨多久，至少假阳的突破会有反弹的产生，但不是说每一个假阳都可以啊，一定呢得是一个相对下跌的序列的假阳啊。我们说一下什么样的假阳会比较好，就是这根假阳出现的时候，它前方的2根 K 线或者说3根 K 线啊，最好呢都是高点在降低的啊，一般是2根就够了。就假阳出现的时候，前方2根 K 线预示着是下跌的，它的高点是降低的，是比较好的。所以你看这里呢是一根假阳啊，连续3根啊，这一根不是假阳啊，连续2根假阳。那么我们为什么认为最后的这一根会好一点啊？因为从这一天算的话，前面的高点是啊，它是抬高的啊，这一个假阳的话呢，它的一个高点才是降低的啊，包括这一根假阳这里是一根假阳线，然后股价的前面的高点都是在降低的，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假阳出现的点位，高点后面突破啊，没有出现跌落，所以股价呢这里出现了反而是一个反转。所以假阳线呢，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下，它是不是在一个下跌的方向。如果是上涨后震荡出现的假阳，你就不要去这么用。我们要的是下跌中前方是2天高点降低的下跌中前方的高点是降低的这种假阳线它的突破更容易呢是反映出一个反弹，反映出一个市场资金的看涨所以这一点要注意，这是一个假阳线的分析。紧接着我们讲完了特斯拉和英伟达，现在看到 PLTR 这只个股呢，有很多同学在问不管是在公开的视频评论中，还是内部的学习当中，有挺多学员在关注这一个个股的。所以阿哲这里讲一讲，阿哲在上方呢画了一个空间价位，这个空间价位呢阿哲就画一个，因为从目前的上涨当中，它的短线是很强势的，但是这个强势的上涨目前是震荡，有一个加速之后的缓慢爬升，而这个爬升的时候，它是出现了一个略微的类似于三角的形态，就是一个上升的三角。
而这个上证三角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突破。另外一个就是上方有一个很重要的，相对于中长期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短期的压力，是一个中长期的空间压力 67.31， 这个价位很难过，就不太好去突破。如果这一个价位在附近，你是在做多的同学，你的成本呢甚至是在这附近的同学，那么你要小心了。这个地方它如果不过，那么这里是很大的危险的，容易是一个加速之后缓涨的顶部区域。所以 PLTR 呢，你要关注的是 67.31 阿哲就画这个价位，就看这个价位就行了。如果能突破它，上方下一个目标位，下一个空间位是比较远的，就是它上方基本上短线的压力就没有多少了。近期最重要的 67.31 这个点位能够有效突破，那么就是海阔天空。如果这里不能突破，那么这个地方你再去做多，小心风险，因为随时是一个高点的下跌。而后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个信号，就是前方的光头阴线。光头阴线呢是价格的另外一种砸盘现象，或者说一种空头强势的现象。而股价在光头阴后出现的是一个上涨，这种上涨只要能够有效的或者说相对的站在这上面，那么上方的压力位呢还是比较容易去突破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在前方已经买进的同学，你说阿哲我是要等它突破之后再重新看涨，现在是卖掉呢，还是有什么防守位呢？你也可以看一下光头阴的高点，光头阴线的高点如果不被跌破，这里还可以期待一下会再次上涨。那如果重新跌破的话，那么 67.31 就更没戏了，连光头阴都站不住，那更别说上方的这一个压力位了。以上呢是本期视频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们现在讲一下比特币相关个股和谷歌。最近我们也是经常的在看到这一个 MARA， 所以呢我们讲一下 MARA。 从价格的多空强弱来看，你会发现的是股价是不是如果收一根阳线是绿点的，那么说明突破了阿哲所认为的当天的日内的高点。好，那么突破之后如果再次收一根什么呢？红 K 是吧？前面呢连续的绿点抬高，绿点抬高，那如果出现了再次的跌破就是风险那么绿点后的红点是风险，股价呢后续下跌。那如果红点之后立马转绿呢，说明空头强势之后多头又转强了，那么继续看涨。那么假如我们再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红点，说明这一天呢是空头强势，而空头强势之后多头又再次的转强，我们说这一天是一个买点，是不是价格至少在昨天有了一个冲高行为，最高呢到达了 30.28。那么我们再从其他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只个股，或者说分析下比特币相关的个股。从当前的角度去看，连续的上冲有影线，包括这一天是不是都是盘中上冲而后被打压回落，说明目前的市场对于比特币呢有一定的徘徊怀疑的情绪。虽然说有看多有看空，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做多的力量和做空的力量还是比较有对抗的，比较强势的。而我们看一下当下的一个资金的表现，资金在 BBD 上虽然说市场昨天是冲高回落，但依旧呢是一个绿色的，所以资金呢相对还是流入为主。而我们之前说过，价格如果出现假阴线，你可以以此呢作为一个判定。什么判定叫决策阴线。比如像这一天这一天呢是一个平盘，它虽然没有涨，但是呢也不是下跌的，你可以类似于把它当做是一根假阴线。如果股价后续在假阴线的实体下沿之后，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看空的。那价格如果出现假阴线，而价格没有跌破它的实体，它的下沿，它的一个收盘价，那么还能够继续看涨。包括这一天也是假阴线吧，价格呢跌破一天又重新站回了，我们说这是一个假跌破，所以这一天也确实是一个买点共振，短线呢利润是产生了。那现在又有一根假阴线，你看一下它的收盘价会不会被跌破。如果短线投资者在这里你发现收盘价跌破，那么后续哪怕没跌破这一根阳线的低点还没跌破，你也应该先做一些了结动作。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MSTR 呢，它其实目前还是没有出现复线的买点，或者说没有出现一个特别明确和强势的买点，都是一个冲高回落。那么在前方我们说过这是一个低点变盘在内部课的时候说过这个低点变盘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一天前面的低点可以作为短线的防守位。那如果按照
负线来说我们说负阴线，价格的负阴线的买点出现了一根阴线高点比昨天新高要高，而后阴线的收盘价呢比昨天阳线的实体一半要低这叫做一个负线。负线后的一天，这根 K 线是一个关键的 K 线，如果它能够被突破就是买点。那阿哲呢这个买点讲过很多次了，但 MSTR 呢我们讲了之后这一次呢是一个买入的机会，给到了机会，但后面这个负线之后的 K 线没有给到一个买点，所以价格呢当前是一个没有明确的负线买点的，包括这一天是一个关头阴线，我们说关头阴线是空方强势的信号，负线呢也是空方强势的信号，而价格走到这里依旧没有出现我们所要的确切的右侧强势的买点，并且在突破关头阴线之前，下方都只是看反弹，因为关头阴线它代表的是一个压力位，股价出现了开盘价和最高价相等的 K 线，关头阴线这一根阴线的高点它就是一个压力，虽然说之后止跌之后有反弹，但是只要是关头阴之下就是反弹，突破之后才能作为一个相对仓位的更加一步的布局，这是 MSTR。 我们再看到 Coin 的话，近期是一直在横盘的震荡，股价的走势我们看到下方的资金是不是这一天是价格连续资金流出，资金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那么流进 K 线就是关键 K 线，而关键 K 线的高点它还没有去突破，没有突破的话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右侧买点。虽然说这一天的收盘价比昨天的最高价高，这一天收盘价它也是比昨天的最高价要高都是一个强势的表现，但是准确的右侧的一个买点还没有出现，但是多方呢是有变强的，而昨天这里它其实又出现了一个负线，我们说负线也是风险的信号，类似于股价出现负线就类似于股价出现了一个下跌破位，那这一天是负线，那这一天是负线，是不是这一天之后你应该去卖股票？那买股票呢应该是负线后的这一天高点被收盘突破作为负线后的买点。负线后的这一天高点有被突破吗？没有被突破。那么看一下负线出现了，你应该是卖股票为主吧，哪怕之前说买进了它震荡了几天，波动了几天你有赚没赚都无所谓，但是这一天如果是负线，你应该去卖出股票，因为这一天之后的 K 线才是关键 K 线，这根 K 线如果是仿包阳线则是买点，如果不是仿包阳线呢，就等突破作为买进，这是 Coin 我们看到的一个内容。接下来呢再看一下最后一只个股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话，它的前高是不是也是负线？你会发现股价的低位上涨而后的下跌，这里也是一根负线。负线一旦在上涨当中出现，那么就必须要立马的获利了结，或者说呢短线要有减仓动作，那你不减仓你不管它，股价就下跌了负线在这一次上涨中和下跌中刚好在最高价出现了。那么现在的亚马逊怎么看？我们前面说缺口，可以看一下缺口这里是一个压力，上面有一个压力缺口，底下有一个支撑缺口，而上方的压力缺口目前慢慢的被吞噬，你会发现是不是慢慢的缺口被吃掉，那么下方的支撑呢还在，所以当前是多方要强于空方，而市场当中这根大阳线后出现了小 K 小阴 K， 而这根小阴 K 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信号它是一个运线，价格昨天的是一根大 K 线，今天是一根小 K 线，小 K 线的所有价格都在大 K 线的实体之内，所以它是一个运线。运线的话，方向性的选择是突破，而很明显这根阳线的收盘已经突破了，那么这里的方向应该选择还是向上的，我们的止损位是小 K 线的阴 K 的低点和大 K 线阳 K 的低点，那么股价只要不跌破就不用减仓，不跌破就不用止损，这里它是一个看涨的点位。亚马逊在这个地方依旧看涨，这是阿哲目前的短线的观点。如果你认为这里有机会的话，你就以这一根阴 K 的低点作为第一个防守位。以上是阿哲对于美股指数以及特斯拉、英伟达等等热门个股标的的看法。今天是11月30号，是本月最后一天，
所以呢，这也是本月最后一期视频。那么希望在12月份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感谢老同学的点赞以及新同学的订阅。我们在12月份尽可能为大家持续提供更加有帮助、更加有内容的视频。感谢大家一直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我们12月份再见，拜拜。